一个送快递的公司为什么能影响你手里的英伟达、特斯拉，甚至比特币？因为它不讲故事，它只反映一件事：现实世界到底有没有在流动。FedEx 这次财报出来之后，给市场的答案很直接，不是衰退确认，也不是需求崩塌，相反，它交出的是一份明显强于预期的成绩单。第三财季调整后，每股盈利5.25美元，市场原本预期大概只有4.12，季度营收大约240亿美元，也高于市场预期的234.4亿美元。公司还把全年营收增速指引从5%到6%上调到6%到6.5%。把全年调整后每股盈利指引从19.3到20.1这个更高的区间重新给出来。财报发布后 ，FedEx 股价在3月20号盘中一度上涨大约7%。这里先讲结论：如果你之前一直在等一份证据来证明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失速，这次 FedEx 没有给你这份证据，它给出的是另一种更麻烦的答案。经济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差，至少到现在，真实世界里的货还在动。这件事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宏观数据很多时候可以被解释。CPI 出来，有人说通胀顽固，有人说结构改善；非农出来，有人说就业强劲，有人说劳动力质量变差。美联储讲话出来，市场甚至能在同一句话里读出歌和音两种意思。但是物流不行，物流没有太多解释空间。有没有包裹？有没有货运？企业有没有继续发货？消费者有没有继续下单？这些东西都藏在 FedEx 这种公司的数据里，所以它不是普通公司，它更像美国经济的一张 X 光片。我们先看第一件事，这份财报到底强在哪？很多人看财报只看4个字：超预期。这4个字最容易误导人，因为超预期不等于真正强，真正强也不等于股价一定还能追。你要拆开看 ，FedEx 这次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利润 beat， 也不只是营收 beat， 真正重要的是他自己给出的解释。公司说这一季的改善主要来自3个因素：美国国内包裹量增加，美国国内和国际优先服务的单票收益更强，再加上转型带来的节省成本持续兑现。这3个因素里面最关键的不是利润率，是包裹量，因为量最接近真实需求，价有时候还能靠附加费、产品结构、服务升级去修饰，成本也可以靠裁员、压费用、延后投资短期撑一下，但量不太会骗人，量上去说明现实里真的有更多货在流动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财报不能简单理解成 FedEx 管得好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美国的需求并没有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突然熄火。这里有一个散户最容易误判的地方，很多人会本能的说物流公司赚钱可能只是因为涨价，是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，因为这次不是只有价格端改善，公司明确提到美国国内包裹量在增长，而且 Reuters 也提到 Express 这种更高利润、更时效敏感的业务表现很强，管理层甚至把这个旺季称为历史上最赚钱的旺季之一。也就是说，这次不是单纯靠更贵把报表撑起来，而是更多货在动，而且高价值服务也有人买单，这就很关键了。因为如果只是价格涨，量在掉，那你要担心的是通胀还在硬撑，真实购买力其实在萎缩。但如果量也在涨，尤其是美国国内包裹量在涨，那说明需求本身就没有它。这对美股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至少有一层最底层的担忧可以先放下，那就是经济会不会立刻硬着陆。从 FedEx 这份财报看，不支持这个剧本。接下来第2个更关键的问题，这份需求到底是谁在撑？是消费者还是真正的企业端？这件事直接决定你该怎么理解接下来的市场。如果只是消费者还在买，那说明零售和电商暂时没问题。但如果企业端在收缩，那后面利润链条还是会慢慢传导，最后打到就业、资本开支和风险偏好。而这次 FedEx 给出的信号比单纯的消费稳定更强一点。Reuters 这次提到 FedEx 所反映出来的 B2B 活动在上升，虽然零售商补库存还不算特别强，工业部门也不能说全面恢复，但企业端活动本身比很多人想的要稳。这句话为什么值钱？因为企业永远比消费者更早行动。一家企业如果觉得未来几个月订单要掉，第一件事不是裁员，是停采购，是少进货，是先消化库存，是把原本走航空、走加急的货改成更便宜、更慢的方案。所以 FedEx 这种公司最有价值的地方，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，而是看它的业务结构有没有变坏。如果高时效、高利润的业务开始明显转弱，那你就要警惕，因为那通常意味着企业开始省钱了，风险正在往后传导。但至少这一次没有看到这种很明显的恶化，相反看到的是需求比市场想象的更有韧性。但是这里要立刻加一句冷水，需求有韧性不等于风险消失了，很多时候
真正危险的不是坏消息当场爆出来，而是它没有立刻爆，只是被往后推了。这次 FedEx 表现最强的部分之一是 Express， 也就是那些更贵、更快、更时效敏感的服务，这当然是好事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后面油价继续往上顶，地缘冲突继续扰动航线，企业最终还是可能从更贵的快递方案切换到更便宜的运输方式。Reuters 也专门提到，油价上涨和航线绕飞会抬高运输成本。虽然 FedEx 现在还能通过燃油附加费去转嫁一部分压力，但如果成本继续走高，客户是有可能调整服务选择的。所以今天看到的不是风险没了，而是风险还没传导完。这两句话差很多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不能只看财报数字，你还要看市场已经把多少好消息提前吃进去了。FedEx 这次为什么涨得这么干脆？因为它不只是 beat， 它还上调了全年指引，全年营收增速从原来的 5% 到 6%， 上调到 6% 到 6.5%。全年调整后，每股盈利也给出了更高的区间。公司还在继续推进网络整合、自动化和成本优化。Network 2.0 现在已经覆盖了大约 35% 的合格货量，目标是在下一个旺季之前提高到大约 65%， 再加上 Freight 分拆预期，市场自然愿意给更高的定价。但是越是这种时候，你越要清楚一个事实，市场不是看好不好，市场看的是比原来想的好多少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看对了财报，最后还是赚不到钱，因为你看到的是结果，市场交易的是预期差。FedEx 这次财报前，本来市场脑子里装着很多坏消息，中东局势、油价、降息预期后移、全球贸易不确定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只要 FedEx 给一个模糊偏谨慎的口风，市场就会往经济开始转弱那边解读。但它没有，它不但没往坏里带，反而上调指引，还说3月前2周的趋势基本延续了第3季度，这才是这次股价反应这么强的核心，不是单纯业绩不错，而是原本大家以为你可能会偏弱，结果你没有，这个东西才叫预期差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当一个原本被低估的逻辑被市场迅速看见之后，后面的容错率就会下降。Reuters 提到 FedEx 今年以来涨幅已经超过 23%， 一度在市值上反超 UPS， 还提到按未来12个月预期利润算，FedEx 的估值大概是 16.58 倍，而 UPS 大概是 13.23 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已经不是那种被所有人嫌弃，结果突然打脸的冷门标的了，它正在被重新定价。重新定价的好处是趋势会更强，重新定价的坏处是后面只要有一点边际不及预期，市场就会更挑剔。所以这份财报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是低成本机构，你去年市场最悲观、最担心工业疲弱的时候就已经布局了，现在你看的是市场愿意给多高的估值倍数，愿意把改革、分拆、成本优化这些逻辑交易到什么程度。如果你是趋势资金，你看的是这份财报能不能带来第二波惯性，能不能继续放量往上走。但如果你是普通散户，最危险的动作就是看到一句经济没事，然后翻译成所有风险资产都可以追，这就是把分析降级成口号。好，最后直接讲动作。先说已经有仓位的人，如果你手里拿的是 SPY、QQQ 或者微软、苹果、谷歌、英伟达这种核心龙头，这份 FedEx 财报对你最大的意义是帮你先打掉一部分经济马上硬着陆的担忧，短线不需要因为衰退恐慌主动砍仓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实物流数据并没有支持需求突然塌方这个判断，中线继续持有的逻辑也还成立。为什么？因为底层经济韧性还在，企业效率提升也还在，但这里有前提，这不代表估值问题自动消失。所以对核心资产来说，结论是可以继续拿，但别把这份财报当成无脑追高的理由。如果你手里拿的是高贝塔二线成长股、纯题材股，或者还没盈利，全靠流动性撑估值的名字，这份财报不能自动替你洗白风险，它只能说明宏观底层没有立刻坏掉，不能说明所有垃圾资产suddenly都安全了。如果你持有加密资产，尤其是比特币，这份财报偏利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压制了美国经济正在快速硬着陆的趋势，市场对风险资产的情绪会更稳一点，但它不是那种可以让你立刻满仓冲进去的超级利多，因为利率路径没因此自动转割，油价和地缘风险也还在。所以更合理的理解是，继续拿仓位可以，但别把一份物流财报当成流动性全面重启的发令枪。再说没仓位的人，如果你现在空仓想追 FedEx 本身，我直接说不是最好时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最肥的那段预期差已经被财报当天和次日的反应吃掉了，现在再追，你买到的是名牌逻辑，而不是预期差。更好的做法是什么？不是追 FedEx， 而是用 FedEx 给你的这份信息去修正你对整体市场的判断。如果你之前一直压美国经济很快会明显转弱，那这份财报至少要求你先把这个判断收一收。如果你之前因为担心硬着陆，完全不敢碰核心资产，
那现在可以重新评估，但动作上最好分批，不要一口气把情绪仓打满。短线建议，我说的更硬一点 ，FedEx 如果接下来继续放量上冲，只看不追，为什么？因为强逻辑已经被市场看见，后面交易的不是有没有 surprise， 而是市场还愿意给多高的溢价。如果后面回吐一部分涨幅，但没有新的证据证明需求在变坏，那反而更健康。因为这说明市场在消化短线获利盘，而不是逻辑本身被打掉。中线建议也很明确，这份财报把衰退立刻到来的交易至少往后推了一步。中线看，更合理的思路不是全面看空，也不是全面看多，而是拿核心，避泡沫，等回撤，别追名牌。最后总结 ，FedEx 这次财报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他自己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他告诉市场，现实世界还在流动，美国国内包裹量在增加，高利润的优先服务很强，企业端活动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差，全年营收和盈利指引还在上调，这足够让经济马上硬着陆的那套虚实先冷下来。但另一半也别忘了，高油价、地缘冲突、航线绕飞、成本转嫁、估值透支，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自动消失。所以真正成熟的判断不是看到一份强财报就兴奋，而是知道这份强财报修正了什么旧故事，又没有修正什么更深层的问题。留给你的问题是，如果连 FedEx 这种最接近现实经济脉搏的公司都没有给出衰退确认书，那你现在手里那些只能靠美国经济马上要完了才能成立的交易逻辑，到底还剩多少说服力？我是3元，我们下期见。